什么情况？倒是个送上门的好机会。完了。 这下司马教非得把我挫骨扬灰。你这些年都跟谁在一起？一个叫石千缕的老头，我管他叫爹。石千缕，你叫石千缕爹，他都对你做了什么？给我洗髓，教我杀人。你为什么不回到我身边？我与你是仇敌，为什么来你身边送死？ 这厮怎么还有真化 buff 这种技能？你竟然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指定是石千缕的手笔。告诉我他在哪里。你休想逼我出卖他！你听好了，你叫廖廷彦，你是我的道侣，和那个姓石的半点关系都没有。石千缕想让你叫他爹，他配吗？他只不过是想利用你来对付我。 你明白吗？道侣，你确定不是仇敌吗？对不起。 方才是我太心急了，我不会再逼问你。他为何对我这般温柔？无妨，以后我们还有很多时间。情况有点不对劲，我得先观察观察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你这个野娘们儿！ 竟把老子的兄弟给杀了，还对师祖动手动脚！我杀了你！把杀人者交出来！把杀人者交出来！这是我们知魂师的家事。交出来！千年之前，是我们知魂师建立了这个东城。虽然这城现在是您的地盘。 但是死者是我们的族人，就是我们的家事，所以杀我族人者应该交由我们知魂师来处置。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交出来！那就不巧了，此事也正好是本城主的家事，不然就按照你们魔域的规矩来，谁厉害听谁的，如何？ 你杀过人了？杀了又如何？若不是你卑鄙偷袭，就凭你结印的修为，不可能杀得了我兄弟。竟从炼虚退回了结印，难道是那时伤到了？ 是祖师娘们！他是不是太维护我这个仇敌了？你为何事杀人？我的好姐妹惨死在那两人手中，我要为她报仇。
我曾经逼你杀过一回人，你又哭又做噩梦。怎么如今被石千缕迫害成这个样子？这个世道，不杀人怎么活？我答应过你，以后不会再逼你杀人，也不需要你再杀人。我绝不食言。今日之事，我会为你处置外面那些闹事的人，不用你动手。冤有头债有主，那2个泼皮已经死了，但他们的族人是无辜的。可我能感受到你内心的愤恨还并未消散。如果你只是想杀了那2个已经死了的人泄愤，我可以将他们复活，让他们再死一回。如果你能复活他们，是不是也能复活红罗？如果你想，便可以。不过你这朋友已经没有了肉身，我只能用祭魂托生之术，让他重新出生。重新出生，那就不是复活，是投胎转世。不一样，祭魂托生之术能让你尽快看到他，并且在他出生之后，能够拥有从前的记忆与感情。之前的死亡，就如同一场梦一样。太好了，我能见到红罗了。这红罗对你而言如此重要吗？嗯，他是我在魔域最好的朋友，是这些年来唯一真心待我的人。谢谢你。我也曾真心待你。不记得没关系，你还在就行。城主，这师祖怎么还向着一个来历不明的外人？什么外人？他不是外人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更是师祖娘娘。师祖娘娘？拜见师祖！请师祖将杀我族人者交由我们知魂氏来处置。那知魂氏闹出的人命，又该算到谁头上？师祖没有找你们算账，已经非常仁慈，还不快走！去把石千缕抓回来。石千缕，他又做了什么？要活的，不能让他轻易死了。是。
师祖。别看了，走。你为何跟来？师祖，是不是庭燕不小心弄伤了您？您的手，我还是叫白竹过来为您包扎一下吧。不必。包扎了又有何用？师祖，自从您融合了两簇灵火之后，功法至强，但反噬也越来越大，伤口更不易愈合了。你少废话。我要行祭魂脱生之术，你在旁为我护法。师祖，这样对您的损耗太大了。您前不久还取了护心骨，为庭燕制作了防御镯啊。我自有分寸。师祖，这人和你的家族有什么渊源吗？我也正好奇，此人竟与我有血脉感应。只不过是换了个衣服，他们怎么就把你认作那肾虚公子了？我施了一点障眼法而已。哦，师祖，你是要冒充别人身份打进敌人内部？我还以为你是直球强攻系的，没想到你还能使用迂回战术，不错不错。哎，严公子，看你气色好多了呀！春宵一刻，果然……手不要可以废。要！快住手！我真是高估你的迂回战术了。你现在是严公子，要露馅。还老，还老，严公子，严公子，你如今仍是对我避而不见，是我们以往的誓言都不作数了吗？这小姐姐实在可怜，你要不就别伤她的心了。他伤心与我何干？师祖，切记你现在是严公子，你就对他说，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执着。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执着。我就是个烂人、人渣、禽兽中的禽兽。我就是个烂人、人渣、禽兽中的禽兽。所以，姑娘还是忘了我吧，去寻良缘吧。你还是忘了我吧，去寻良缘吧。还老，我可以不再来找你，以后也不再来烦扰你。可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为何突然变得如此冷漠，待我仿佛陌生人一般？你傻呀，渣男劈腿都是这样。你傻呀，渣男劈腿都是这样的。师祖，这句不用说。还老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方才人太多，其实我是有要事想要告诉你。我们的女儿上个月出世了，可怜她还没有名字，你能不能给她起个名字？关我何事？还老，念酒呢？我给他传信了。不是说好了3个月水塔期吗？这唤醒丹的功效，当然是看我心情，想变就变。但你如今是已死之人，所以在外人面前，你还是要乖乖的做水塔。知道了。还老，这样看来，那个严公子真是个始乱终弃的大渣男。
渣男究竟是何意？就是那种抛妻弃子、该被锤成渣渣的男人。或许会的。什么会的？让他粉身碎骨，变成碎渣。总觉得这祖宗要搞一票大的。公子回府了，公子回府了。公子。你是谁？为何会幻化成我的模样？自然是你身上有我感兴趣的。你要做什么？是不是又要抓我回那里去？来人！公子，您忘了吧？老爷去隔壁城中办要事去了，1个月后才能回来。知道了，滚吧。是。你们究竟是何人？跟祖宗斗你是斗不赢的，收手吧，渣男！你背后的火焰胎记是什么由来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说。我不想回那里去，我也不想他们去那里，好可怕，好恶心。祖宗，他好像对那个胎记 PTSD 了。什么？就是一提到那个胎记，他就好像触碰到了一种阴影回忆，陷入到癫狂之中，连真言之事都拿他没办法。公子，老爷让您今晚去六姨娘那里歇歇。你以后哪儿也不许去，就专心待在家里给我绵延此嗣。那严家公子妾室娶了一房又一房，不去考取功名，还成天喝花酒，这跟养了个废物有什么区别？我看啊，你就是眼红人家命好，不用吃苦。哼，他这样早晚坐吃山空，家财散尽。还是一无所获，连搜魂之术都不起作用。看来他这阴影回忆还挺重的。他就是个废物。别急，我们看看从别处再找一下线索。不怕，随便在这府上杀几个人，不怕他们不说实话。师祖要不得，我们还有很多重要消息没打听呢。而且你顶着这渣男的皮，你要谨慎行事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天哪，这天杀的肾虚公子都凑够一支足球队了。公子，公子，我好久没有来看您家了。公子，我什么时候能见见贤哥啊？自打他出生后，我都没见他几面。就是，公子，就来看我，对啊。放开我！师祖，能不能帮我变回人形啊？
我出去一趟。去做什么？那青娘小姐姐一定还不知道，这严公子都娶了10多房妾室了。我得去告诉她，让她死心。你不是向来都喜爱偷懒吗？怎么现在却主动给自己找事做？我那不是偷懒，是松弛。重要的是，那些个妾室已经够让师祖您难以招架了，青娘还时不时纠缠，我得帮师祖解决这个麻烦。也罢，那你去吧。嗯。若周星儿那里有关于火焰胎记的线索，也回禀于我。这个事业批也姓贾，知道啦。我在夸你，夸你。哎，这绣品怎么卖呀？5文钱。哎，那白色的呢？我们看看白色的。白色的也是5文钱。白色的一样价格。嗯，我看还是红色的好看。多谢。青娘，青娘，你是环廊新娶过门的妾室吧？我曾在环廊的轿中瞧见过你。我跟那个严公子没有任何关系，我来是因为我看到他那天那样对你，替你感到不值。他府上已经娶了好多妾室，前2日还刚进门一个。你听我一句劝，你赶紧放弃那个始乱终弃的人渣吧。姑娘有所不知，环廊不是你口中说的那种人。我与环廊初次相见，我们便是心意相通，两情相悦。看上哪个，你跟哥哥说。呀，小翠儿，这怎么样？讨厌！哎，好的还在里面呢。青娘，你那是被他骗了。他那种人，你不分手留着过年吗？嗯，我从严环那儿给你拿了点盘缠过来，你赶紧带着宝宝换个地方生活。这银子可是环廊让你转交给我的？不是他，你就当是吧。姑娘，这钱我不愿意收。我可以不再继续纠缠他，可若是他不能来同我说明缘由，我是绝对不会离开的。青娘，你清醒一点。环廊曾写诗赠我：寄情与明月，清风送不归。那时候，他还会同我月夜对视，泛舟抚琴。我不信，我不信一切无甚缘由，竟会变成这副模样。不哭不哭不哭！青娘，我还想问你，你应该知道严环背后有一火焰型的胎记吧？这我知道。那他有没有跟你说过关于那个胎记的事情？我不曾听说过。好吧，不过这胎记真是个难挖的秘密。不哭不哭。看你的样子，出师不利啊。我问过青娘了，她只知道那严环身上有火焰胎记，但并不知道那代表着什么。那只能另寻线索了。
而且那亲娘活脱脱一个恋爱脑，不管我怎么劝她都不相信那姓严的负了她。什么是恋爱脑？就是脑子里除了情情爱爱，别的什么都不管的一种病。那你得了此病没有？我当然没有啦，我忙着顾好自己都来不及呢。那便好。情情爱爱是这世间最无用之物。话也不能这样说，美好的情感还是很给人力量的。只有你这等修行不才者，才会有这种念头。这个祖宗从小在那样的环境长大，不相信情爱也很正常。还不休息吗？哦，水塔虽萌，也没必要频繁登场吧？师祖，明天我想出门逛街，能把我变回人形吗？你废话太多了，朝我休息。师祖，求你了，你别睡啊，师祖。又来，买个抱枕吧，祖宗，没几个钱。我已经有你一个抱枕了，何须再买？那能定位神魂的萤虫，指引给我念九最后的踪迹，便是这严府。想必司马娇和庭燕也在此处。逛街去喽！石武灵，姑娘，敢问近日府上可有一位女子进入？姑娘说的可是我们严公子心纳的妾室？妾室？不是，我寻的那位女子，大概有这么高，很瘦，很漂亮。陆灵是来寻我的？那没有见过。哦，多谢。陆灵，陆灵，哪来的小妖？别耽误我正事儿。陆灵，等等我。被当作繁衍的傀儡，被人算计着过活，是何样滋味？我还算是活着的吗？其实我装作沉迷于风月场的浪子，家里那些人还是不愿意放过我，我早已于死无疑。活得非人非鬼，不过一具行尸走肉。你宁愿活得窝囊，也不愿意死得有尊严。说的轻巧，我也想一了百了。但死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吗？你没有经历过我的痛苦，你不会明白。 ” . 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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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“
待所有事情结束，我替你了结这一切。那这样便是最好。啊，所以说，师祖想要制造严家的动荡，将严老爷提前引回来。师祖制定计划，我呢就跟着执行。这可是个大项目，我估计短时间之内，像咱们这样逛逛吃吃的日子就没有喽。哎，庭烨，你又开始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了。不要在意这些细节。哎，那个饰品好好看，走。哎，怎么样？我再换一个。哎，这个好看，是吗？那人是叶入灵，我看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他身旁的女子怎么看着像是廖廷艳？廖廷艳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走，去看看。这两个比的话，选哪个呢？怎么了？你在看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庭烨，这个簪子很漂亮，我很喜欢。你再帮我选选，我去就回。啊？糟了，施家的人。苍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暗自跟来的话，估计等不来姐姐告知廖廷烨还活着的消息吧。你用萤虫跟踪我，苍兰，你不要对廖廷烨出手，我相信会有两全其美的办法的。如此心慈手软，还谈何拯救族人？叶如灵，以后大路朝天，我们看谁先到终点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以防你乱来。你知不知道，若是司马娇察觉此事，你我都会落得满盘皆输的下场。李公子，你可来了，里边请。这在不在？哎，就等您了。哎呦，公子您来了。走开！公子，站住！哎呦，公子，走开！干什么呀？少主，看来是我们认错人了。难不成真是我看错了？走吧。总算躲过一劫。啊，我怎么变成水獭了？看来师祖也在这里。嘿嘿，师祖，刚才是不是你救了我？可有受伤？没有没有，幸亏有师祖你在，及时把我变成了水獭，不然我就被施家的人发现，难以脱身了。今日之事有些古怪，恐怕是有人暴露了你的行踪。嗯。方才是谁与你一起出门的？我自己出门的。
若琳跟我一块儿去的。你真是愈发放肆了，竟敢对我撒谎！我怕我说了你怀疑若琳嘛。她毕竟是阴之宫公主，很有可能串通世家。不会的，若琳一定不会出卖我的，我相信她。再说这不也没多大事儿嘛，而且都化险为夷了呀。没多大事儿。你的命是我救的，你的血是我给的。你若遇险受伤，浪费的是我的血。说到底，嫌我浪费你的血了呗？臭司马厩，成天就知道吓唬我。对了，你不是爱说谎吗？看你如今还如何骗人！司马叫你把真言之室给我关了。公子，那我的贤哥……祖宗，给点反应啊！我会查明他们的下落的。多谢公子。谢过公子，多谢公子恢复我自由之身。公子定是知晓了我们的苦痛，这才放我们离开的。我将今日视作自己重生之日，特地梳洗一番，迎接这一刻。太好了，就是你这身粉色显得你有点黑。哪怕我碰个梗都会讲出真心话，完全不给我活路。你真无理，还轮不到你来评论我的穿着。抱歉，抱歉。师祖，你能不能赶紧把这真言之事给我解了？就算赤焰城的人法力低微，看不到我额前的法阵，但是我这样一直持续口出狂言下去，他们也会觉得奇怪的，说不定哪天就把我群殴一顿，你知道吗？都说了是惩罚了，若有人愿代我之劳，揍你一顿，也不失为一件妙事啊。你这什么小学鸡行为啊！看来你对我的词句很满意，竟夸我为小学鸡。小学鸡才不是什么夸赞呢，说的是你幼稚、无聊、无理取闹。廖廷言，你快住嘴吧！既然如此，你不妨继续骂下去。不敢了，不敢了，这不是您想听真话的吗？您看您给我解了，我再多奉承的话，我都说给您听。哎，虚伪的奉承多无聊，我偏不爱听。奴婢见过公子。那，公子，奴婢能不能留下来？奴婢无依无靠，愿留在严府日夜侍奉公子。不必，我不习惯有人陪着我。你说对吗？我看你挺习惯的呀，昨天晚上不是抱着我睡觉吗？原来公子遣走我们，是因为这位姑娘。没错，我就只愿意留她一人陪我。开不开心？开心谈不上，倒是很惊心。这什么走向啊？剧本里没写啊。我看你是心花怒放吧，都开始胡言乱语了。姑娘，是这样的，我呢其实是一个水獭，他呢也不是真的严公子。他的意思是，我不愿再做着严家的公子了。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活着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奴婢将会一生祝福公子和姑娘。看到没有？再不给我解开，小心遭到反噬，毁了你的千秋大计。我不知道什么千秋大计，我只知有人骂我为小学鸡。真言之事，再延期5日。你是不是在心里咒骂我呀？是。那就再加5日。你至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也要将我困在这里。
你在这里给我好好反省，不许再想与我分道扬镳之事。我会找到方法，尽快取得司马娇的信任，不会让我们的计划受阻。方法？你在赤焰城多日，根本就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调动廖廷彦极寒之体的方法吧？被我说中了，对吧？姐姐，你别再自欺欺人了。如今除了取廖廷彦的内丹，我们无路可走了。还有一条路，杀了司马娇。说得轻巧，司马娇是何人？你根本毫无胜算。总会等到机会的。姐姐，你可千万要分清孰轻孰重。师祖，可是你将廖廷彦的行踪告诉施家的，弟子不曾向任何人透露半分消息。你为何来赤焰城寻我们？弟子先前担心廷彦安危，不愿相信师祖您真的将他处死，于是出此下策，用萤虫找到廷彦踪迹。请师祖恕罪。若让我知道了你有二心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弟子不敢。公子今天不知道要搞什么，先是解散妾室，又叫全府上下清点老爷的家产，怪吓人的。哎，姑娘，我听出府的姨娘说，公子很是喜欢你啊。啊，大家都是做下人的，能否帮哥在公子面前美言几句？哦，让我当个管事啥的，以后有用得上的地方，哥也帮你。谢谢啊，这位哥，看你这模样，能当我叔了吧？我才20出头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看你这发际线后移，以为你50多了。对不起啊，我这嘴着实不听话。看在公子的面子上，我不跟你计较，真不识好歹。姑娘，嗓子坏了，估计是太累了。你注意休息，我先去忙了。大家能不能别跟我说话了？这短短一天尽得罪人了。啊，让下。轻点啊！哎，师祖啊，哎，你这是何意啊？啊，效果不错啊，不就是真言之事吗？听不到不就不用回答了？有意思啊，廖廷彦。不管你是夸我还是骂我，我都听不见。你身后有池塘。你不会以为自己缺德的样子特别帅吧？你诚心的是不是？
天堂还是地狱啊？廖师妹，师傅唤你去竹取幽谱找他。廖师妹，师傅，竹取幽谱。师妹不要太担忧，你刚来青谷天，不知那三圣山是师祖修炼禁地，才会擅自闯入的。师傅是不会因此怪罪于你的。快跟我走吧。青谷天、青谷山，这俩怎么这么像？三山科技的魏总你知道吧？他看了你青谷山的案子，觉得不错。你今天晚上连夜赶去青谷山，明天一早亲自去拜访他。廖师妹，算了，说多错多，先演着吧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修仙世界？师傅，廖师妹带到了。好，长青徒儿，你先去忙就是。是，徒儿先行告退。那我……庭院徒儿，为何还不进来？让为师探查下你灵府情况。看来我这个身体姓廖名庭燕。三圣山外的结界，果真是伤了你的灵府。灵府？那个是啥呀？灵府是一个人最隐秘的地方，神识、神思、神魂都在其中。说的什么啊？怎么都听不懂啊？若是伤了灵府，便会像你这样意识混沌，胡言乱语。既然你已忘却前尘，那为师便来告诉你，这里是青谷天庚辰仙府下四时之宫的一个小门派。你已拜入我青谷天门下3月有余。这次叫你过来，是为师马上要带你出发，参加选拔。不是吧？这神仙世界怎么也还要卷啊？这你都忘了？庚辰仙府里辈分最高的那位师祖慈藏道君，马上就要结束500年的闭关了，所以师掌门和8大公主想挑选一些资质好的弟子进山，照顾师祖的日常起居，跟随师祖潜心修炼。你不必担心，我们青谷天不过是凑数罢了。那我就是个分母嘛。行，只要活着，什么都好说。徒儿莫要害怕，在你脚下，便是绵延8888里的庚辰仙府。开山至今已有几十万年，最初建立庚辰仙府的始祖，乃至后来每一代的掌权者，皆姓司马。如今，庚辰仙府的最后一位司马，便是这位即将出关的慈藏道君。哦，看来这位师祖在你们这里是那种说一不二的大人物啊。师祖，自然是最德高望重的。整个庚辰仙府，就是因为师祖才得以拥有充沛的灵气。至于师掌门，他是内府的掌权者，师世历代负责侍奉、守护司马一族。啊。而内府又分为8大宫，8大宫下面，则有着我们这些小门派。咦，师傅，既然师祖已经出关了，他为什么不出来，还要选人进去啊？这个嘛，为师也不是很清楚。兴许是师祖喜爱清静，不愿出山吧。
这里便是凤栖阁了，是八大宫公主和师掌门共商要事的地方。这不就是海选吗？不知道师祖喜欢什么样的弟子？师祖当然喜欢资质好、地位高的弟子。他们都展示什么才艺啊？莫要在意输赢，平常心应对就好。我心态好着呢，放心哈。为时不早了，你快进去吧。再等等，我都习惯了，踩点进来。干什么呀，冒冒失失的？哪个宫的呀？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继续。这位是哪一脉的师妹啊？你好，我是40之宫新古天一脉的东阳真人门下的弟子。原来不是师妹，是师侄呀。哦，那见过师姑。您看着比我大好几百岁，您叫我声孙女我都能答应。你少奉承我，像你这种修为低等之人，居然同我们一同参加选拔，怎么有种凉凉的感觉？天大的笑话，是不是啊？就是，没什么本事，就凭这脸生得好看。谢谢，你说话真好听。你说什么呢？就是，谁夸你？恭迎各位公主、师掌门。今日，各位公主们将从在场的众弟子中挑选100人，进山侍奉师祖，照顾师祖起居，伴其修行。选拔正式开始，众弟子只需静心盘坐，打开天灵，静候佳音。是。怎么打开天灵啊？在这里干坐着就行吗？我不是来凑数的吗？谁给我买出道位了？搞错了吧？我没有中选，这个3灵根的废物怎么选上了？我这个废物也想问呢。娘，师傅。庭砚徒儿，听闻你已经中选了，为师甚是欣慰，与有荣焉呐。我清谷天自开创以来，不是说好了我只是走个过场的吗？怎么就被选中了？你能不能跟上面反馈一下？我不想去，有的是人抢这个 offer。什么佛？总之，我愿意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。可我们清谷天只是40之宫下面一个小小的门派，能够入选已然是大幸了，哪有推辞的道理呀？再说了，这是师掌门和8大公主共同做下的决定，已经没有更改的余地了。怎么修仙世界也有这种职场压力啊？我只想当个美丽的废物，而且我对这什么都不了解。那万一我把这个师祖惹生气了，他不高兴了，我可担不了责。你也莫要担心，虽然为师也未曾见过那位慈藏道君，但听这道号，想来也是一个宽厚、慈和的长者。
你若是无心侍奉祖宗，想来他也不会为难你的。三圣山灵气鼎盛，你此次前去，定能提升修为啊！哎呀，这种升职加薪对我一点诱惑力都没有，我只想好吃好喝，苟下去就好。恭喜师妹！恭喜师妹！恭喜廖师妹！简直光耀师门！这是师兄给你准备的贺礼。怎么听起来我成了全村人的希望啊？这压力也太大了吧！不大。好了，散开。你们呀，莫要再给他压力了。庭燕徒儿，你能入选，已为我清谷天增色不少。毕竟，你也不是什么高修为的弟子，又不愿意侍奉师祖。想来要不了多久，他便会遣你回来。原来没有什么 KPI 啊！说什么呢？那也行。算了，反正现实是回不去了。暂时远离一下牛马生活，好像也还行。这便是三圣山了。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啊？三圣山的神圣，岂是你一个普通三灵根能够领略的？此处曾飞升过3位圣人，自师祖慈葬道君闭关以后，此处已闭山500年，无人再进入过。听起来像是个隐藏大副本啊！情况？师祖息怒啊！师祖息怒！师祖息怒！带我出来，你们都得死！不是，咱们这真的是一个正道的老祖宗吗？而不是魔域的。慈葬道君的慈，不是慈祥的慈吧？500年过去了。师祖竟然变得更加残暴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若不好好安抚师祖，庚辰仙府这延绵几10万年的大宗门，恐怕就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了。师祖，弟子施千旅今日特携弟子百名进山，来侍奉师祖。进来。逆生，你是我所有弟子中最优秀的。天之宫的希望就放在你身上了。是，公主。这修仙世界的老板一发怒，员工就要流血吗？我还是不要去了。嗨，出发。哎，我东西不见了。东西掉哪儿了？什么东西丢了？我帮你找啊！太客气了，我自己找就好哈。啊！哎呦，我肚子好痛，好痛啊，肚子！哎呀，晕了！哎呦，不行了，肚子上去再说。痛，真痛！行了，不疼了，我自己可以走。
这祖宗的修炼环境这么恶劣的吗？还是说，师祖修的是什么邪门歪道？师姑，这里有些吓人，我们还要往前走吗？公主进山之前交代过，这山中有结界，如果贸然离开的话，不仅会惹怒师祖，而且会被结界吞噬。你要是嫌活得太长，就先逃吧。前辈，且慢！前辈，我等弟子前来拜见师祖，初来乍到，还请前辈带路。跟上。还跟上？这破工作，我才不干！胆子真大。这些人也太勇了吧！出不去就跟着一条蛇走。还好这修仙世界没有打卡机，少我一个也不会被发现。啥呀？魔气，他竟是魔域之人。谁啊？我看到你了。真是不知死活。太邪门了，还是回去吧。进去吧。恐怖片里最早死的都是落单的人，我还是跟着大部队走吧。这么高的塔，连个电梯都没有的吗？
师祖。这老祖宗的脚竟然保养得这么好，细皮嫩肉的，不知道脸是不是也这么嫩？多岁的祖宗，竟然是个小白脸。你进来想做什么？弟子玉蓉蓉愿潜心侍奉师祖。撒谎！这祖宗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怎么脾气这么暴躁？跟个地雷似的，一点就炸呀！你别过来呀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弟子婉玲，仰慕师祖风采，愿侍奉师祖。他不是婉玲师妹，他是谁？竟然有人敢冒充混乳，他什么目的啊？他好像在看我。那不是祖宗，你别看我呀！这儿还有个胆子更大的。我哪里胆子大了？我根本什么都没做呀，祖宗！看着我。睁开眼睛看着我。现在还想耍心眼吗？冤枉啊，祖宗！灵火，都滚出去！滚！这师祖精神状态好像不太正常，简直是蠢蠢发疯。我怀疑他找我们来，是给他的宠物蛇囤口粮的。现杀的比较新鲜。休得胡言！今日面见已毕，我们要找个地方先安顿一下，等待师祖的吩咐。走。这个天之宫的穆尼生以为自己是谁啊？人人都得听他的。我偏不。我们走这边。看来这几位宫斗选手都看不上我，啊，也好，不出头不冒尖，能苟一天是一天。
整整走了这么久，脚都感觉磨出水泡了。司马娇在殿上竟会放过他，也不知他有何特殊之处。希望这个老祖宗没有开例会的习惯，不要再见我了，好痛！我来帮你吧。啊！一下子就不痛了，谢谢啊！我叫廖廷艳，你呢？我叫叶入灵。啊，入灵。怎么你也落单了呀？难道你跟我一样也是个摸鱼分子？摸鱼？他是在说魔域吗？摸鱼分子是哪个门派？就是不想照料那个老祖宗。我是阴之宫弟子，奉公主之命进山效力。哦，你为何不愿照料师祖？整个庚辰仙府都由师祖的灵气供养着，要是能得师祖青睐，修为必定大有增进，短短10日便可抵过自己苦修上千年呢。我没有那么大的愿望，我就想吃好睡好，能活着就行。那你接下来如何打算？我打算找个日照充足、午休的时候还能晒太阳的地方先住下来。你要跟我一起吗？不了。啊。你若是需要什么帮助的话，可以来后殿找我。告辞。谢谢。廖廷艳。廖廷艳已顺利进山。不愧是少公主，看来你费了不少心思。哼，我早已在他身上施下术法，选拔时可盗取灵气，神不知鬼不觉地顶替了那月初魂。好，等他将司马娇杀了，仙魔两界的屏障便会消失，我魔域之人再也不用困于这荒凉之地。届时，答应我的事，你可要说到做到。放心，司马娇一死，你便可得偿所愿。今日弟子才进山，便有命灯熄灭。以师祖这般心狠手辣、杀伐无情的性格，恐怕会……他会这样，也情有可原。500年前，司马师发疯火烧白鹿崖，毁去了整个司马一族。我和八大公赶到时，为时已晚。恐怕难逃一死。他睁开眼睛看着我，
为什么会让灵火躁动不安？冤枉啊，祖宗！